鲍同我和他很熟的，以前在中国的国家体代表我们一起同事，共过事。他的这番话明显是在讽刺中共，但是鲍同讲中共历史上害死多少人都是事实。我讲一个小的例子，就是我自己经历的。那我在安徽劳作，农村劳作的时候，刚去的第1年住在仓库隔壁。那么晚上啊，村子里的农民都不敢进我的门。我当时很奇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第2年才有人跟我讲实话，他说这个仓库当年是共产党统治时代啊，有一个老母亲和3个年轻儿子住在3间大房子，那么全部在1959年饿死了。全家最后一个饿死的是一个壮年儿子，饿死在房子里头，村子里已经没有人有力气把他抬出去埋葬，所以他是烂在房子里的。所以村子里人相信这个仓库啊是有鬼的，晚上有鬼，所以他们不敢来的。但是他们看到把我安排在那里，这个用心也不是太好。他们认为说我从城里来的有阳气，阳气比较重。那如果鬼把我克死了，说明真有鬼。我要把鬼赶跑了，那说明我的阳气重。那么后来1年以后，他们发现我一点没有事啊，然后他们开始晚上跑来找我聊天。那么一聊，我才发现说，不是一家会饿死。这个村子里头有不少家庭是1959年到1961年死了很多人。那么我就开始留心打听，一家一家问下来，最后发现这个村当时饿死了1半人口。这个地方在哪里？在肥东县，现在属于合肥市郊区，安徽省会合肥市郊区，离省城只有50公里。农业条件呢是不好不坏，正常情况下不会饿死人。但当时很多家庭都绝户了，像我刚才讲的，我住那个仓库那一家子，老母亲和3个壮年的青年3个儿子全部饿死。那么我所在的村子还出现不但是家庭饿死绝户，还有大人吃小孩尸体的情形。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毛泽东时代的黑暗。那当时毛泽东的政策是掠夺全国农村的粮食，禁止饥饿的农民离开村庄要饭，怕这些要饭的进城让外国人看到。那么结果是全国农村民饿死3000多万人。那么关于这段历史，台湾当年的匪情研究其实是掌握的。我在中央广播电台的自由中国之声节目里也听到过介绍。可能台湾的听众很难相信，但这就是事实，现在中共也是默认的。但是啊，这么大的人灾人祸，共产党造成的人祸，共产党不是一件啊，他永远不会认错的。每次犯错，他都会让大量的国人以生命或者人生为代价，充当共产党错误的牺牲品。那像刚才讲到的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的那个3年大饥荒，是毛泽东强行推行这个农业公有化的结果。结果是中共让3000万农民饿死，然后把过错推到苏联头上。那文革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发疯了，政治上有迫害几千万人。事后，中共把过错推到了这个四人帮头上。那上个世纪末期的时候，中共的国有企业要垮了，整个中共的国有经济都垮下来了，拖累的国有银行要破产。那么中共就让几千万国有企业的职工下岗失业。这样的话呢，好让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把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呢私有化到自己口袋里去。这件事到现在，中共不但不认错，而且不承认有过，试图蒙混过关。那中共的宣传呢，从来是为自己的过错找替罪羊的，或者瞒天过海，永远是把坏事说成好事。这已经成为中共统治史上的规律了。当然了，如果去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认识中共的统治史，就是你不要站在中共的立场，也不要站在被中共统治这些不敢讲话的老百姓的角度，从第三方的角度去看的话，中共其实他在谈自己统治史的时候，也有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那就看啊，这个困境外界点不点出来。这里我讲一下我去点这个中共困境的一些情形啊。那第一次呢是2009年中共庆祝建国60周年，
我呢写了一篇文章，也接受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我在文章和采访中都提出一个说法，就是中共这60年里面，30年是两个30年，前30年后30年是互相打架的。那么中共是把1949年到2009年的历史大概分成2个阶段。你如果把前30年、后30年隔开来，官方媒体宣传的成就听起来好像蛮顺理成章的。前3年他说他革命成功了，后30年改革也成功了。但是你如果把前30年、后30年合并起来，结论就相反了，他完全失败了。为什么？对后30年中共的改革，他们用的经常讲改革开放，听起来说改革开放，你看成就蛮大。但是你要把前30年拿在一起看呢，结论就相反了，不是那么回事。1949年以前，大陆是中华民国时代啊，那个时候中国不就是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吗？那共产党把国民政府打走了，然后夺了政权，天翻地覆，折腾了一大番。60年以后，他在经济制度上又回归到中华民国的起点，这叫成就吗？其实啊，我在文章里就讲得很清楚，我说中共改革的对象啊，不是中华民国的体制啊，他改革的是他革命的结果啊，革命的成果啊，就是毛泽东革命不就是把中华民国给推翻了，把中华民国制度给推翻了，把私有制变成公有制，把市场经济变成了计划经济，然后呢，到改革的时候再把市场经济取消，把这个计划经济取消，把公有制取消，重新变回私有制，但是老板换过了，过去的老板是这个民间的，现在老板都是共产党的官。那么改革的成功其实是对共产党前30年革命的否定。那么，所以他这个改革从本质上讲，它不过就是把共产党前30年犯的错给改正过来而已，是顶多算是功过相抵。那么最近啊，中共建立这个100年党庆，我又刚写了一篇文章，我分析的是中共建党以来，它在国际关系方面2个50年之间互相打架的这种矛盾。因为啊，中共这100年，他讲他党庆啊，他这个对外的战略走的是一个闭环，一个圆圈，他是从敌视美国开始，然后变成亲近美国，再从亲近美国重新回到敌视美国。那么按照中共和美国的关系来衡量，中共的100年正好分成2个50年。第一个50年从1921年到1969年是中共敌视美国，差不多50年。那第2个50年是1971年到2019年，也是差不多50年，是中共亲近美国的50年。然后从2020年开始，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那么中美关系重新进入中共敌视美国的阶段。中国这个国家的国运就在中共对外战略这个180度2次大转折当中颠簸起伏。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2个50年，是每一次都有一个180度大转弯。回顾这2个50年，我会发现说，中共敌视美国的时期就是中国人倒霉的时期，那中共亲近美国的时候呢，是中国人生活有所改善的时候。现在呢，中美关系又进入了敌视阶段了。那今后中国的局势可能回到中共亲近美国那个年代吗？显然不可能了。所以你把中共这个两个100年这个100年分成2个50年2段以后啊，你明显看出来前后2个50年互相打架，相互矛盾。中共讲它是一路走来高歌猛进，永远都有这个步步胜利。其实这2个相互矛盾、互相否定的50年，证明啊，中共是一贯胜利啊，还是在反复的自我打脸啊？大家想一想清楚。如果讲中共的经济改革方向是要靠近国际社会的市场经济制度，因此融入国际经济、遵守国际规则、亲近西方社会的领头国家美国，那么今天中共重新回到美国敌视美国的立场，不就是在开倒车吗？
那如果说中共本来就敌视民主、敌视西方大国，所以100年以后必然还是敌视美国，那过去50年当中，中共在亲近美国呀，而且以此为成就啊，这说明中共是在失败呀，还是在成功啊？那么进一步看，既然中共是早晚都要反美，他为什么不一路反到底，要中途掉头呢？如果掉头改成亲近美国是中共的方向性的胜利，那么现在重新回到敌视美国的对外战略，不就意味着方向性失败吗？所以中共的内外宣传把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战略方向的矛盾完全给掩盖起来了，以至于从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一直到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都被中共的欺骗性宣传所蒙蔽、所忽悠。那么我在2009年提出来中共建政60周年的时候，其中2个30年相互矛盾，就是改革和革命是对立的，得到了中共高层的反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有个讲话，下了个命令，说是2个30年不许相互否定。不过呢，他这个话没有用，这个令是下了，到今天为止，我这个关于2个30年相互否定的话，10几年来一直在中国的很多微信群里传播。那么 BBC 在6月28号，就今年6月28号这个报道中提到，习近平是2013年1月的讲话当中首次提出来，叫2个不能否定的提法，具体就是这样一句话，叫做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话什么意思？就是用政治命令封杀国人的思考。那现在我又提了一个新的，中共建党100年来2个50年的相互否定，说不定中共会再下一道命令，说2个50年不许相互否定。但是啊，这个中共的政治高压不能阻止国人真正的继续思考。我关于2个30年相互否定的话，在中国国内传播了10几年了，这就证明大陆的人还是想要听到一些深入的分析。那么为什么会出现2个相反的50年？中共的第一个50年，其实它是中共依赖苏联的必然结果，属于奴才报效主子的行动。那中共的第2个50年，是中共为了图谋崛起、挑战、威胁苏联，结果是遭到苏联核威胁，然后走投无路之下，美国保护了他，他投靠了美国。那么至于最近重新开始威胁美国，是中共这头被美国这个东郭先生收养的狼，重新现出了他的顽冥本性，还要想崛起，是为了挑战美国，也是为了摆脱他发展的困境。所以中共从敌视美国转变成亲近美国，不意味着中共改邪归正；从亲近美国再转变成敌视美国，是中共的恶习再现。所以贯穿中共的100年历史2个50年的区别，还有从亲苏到这个敬美，再到反美这个战略大转折，展示出来就是中共集团一个基本的特性，它总是依靠外国的支援图谋壮大，壮大之后必然去反咬为他的手。那么中共这种特性呢，苏联当年是吃了夺命大亏的。也可以讲说，苏联是在美苏冷战的沉重负担当中，又不得不背上中苏冷战的巨大包袱，这样一些军备负担最终压垮了苏联的。那么美国2次呢也养虎为患，2次把一个苏共政权和一个中共政权培养壮大，那最后2次都被迫进入和这2个他自己养壮的共产党政权进入对冷战状态。那犯1次错可以说是美国的愚蠢和大意，那同样的重大错误原封不动犯第2回就值得深思了。那么其中一些细节，就为什么中共会2次180度大转弯，我在6月22号这个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里介绍过，大家可以去找这个节目看。那如果有观众希望说在政经最前线的节目里头再讲一次，那请您呢在这个节目的留言里头，告诉制作单位，我们的制作单位呢会来做安排。好，谢谢大家。